镜中阴影下集，理智的崩解。随着镜中幻影的频繁出现，亨利·莫顿的心理开始受到严重的侵蚀。每天夜里，他都会被不自主地吸引到那面古老的镜子前，仿佛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牵引。镜中的世界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，亨利的行为也开始让人难以预测。有时他会对空气中的无形对话者喃喃自语，有时则会在半夜惊醒，对住镜子里的空无发出尖锐的对峙。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，亨利开始与镜中的一位神秘女子交流。她的形象清晰，与其他模糊的幻影截然不同。她穿着过时的服装，眼神既悲伤又深邃，仿佛能直视亨利的灵魂深处。他对亨利的话语轻声回应，他的声音如同来自远古的回声，既熟悉又陌生。他向亨利诉说着他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交织着爱与背叛，悲剧与诅咒，而每一个故事的终结，似乎都与格里芬庄园的历史紧紧相扣。亨利的睡眠越来越少，他的眼下开始积聚着深深的黑眼圈，他的食欲也随之消失。白天，他几乎不与人交流，只将自己封闭在庄园中。夜晚，他的时间全被那位神秘女子的故事所占据。亨利开始记录下他的话语，试图在这些破碎的片段中找出真相。但这些交流并非无代价。随着亨利越来越深地被卷入镜中世界，他开始感受到现实世界的疏离。他对于时间的感觉扭曲，对于庄园内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。亨利的理智如同磨损的绳索，正缓缓拉扯至临界点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成为庄园中另一个被囚禁的灵魂。深入迷境，在镜子中与神秘女子的对话逐渐变成亨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后，他决定深入调查格里芬庄园以往屋主的历史，希望找到这位女子的身份以及她故事中隐含的真相。亨利在尘封的图书室里翻找资料，遍阅地方档案，甚至寻访小镇最老的居民，试图拼凑过去的事件。在一个密布古藤的午后，亨利终于在一篇黄页中发现了线索，一宗发生在数百年前的谋杀案，受害者正是一位年轻的女子，与她在镜中见到的形象惊人的相似。案件档案中描述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，结局是女子被她所爱的人背叛并杀害，她的遗体从未被找到。而谋杀案也随着时间流逝而成为未解之谜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亨利开始体会到这面镜子不仅仅是记录历史的工具，它似乎是一个门户，连接着两个世界，一个是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，另一个是所有过去屋主灵魂栖息的地方。每当夜幕降临，那面镜子就成为了通往那个世界的入口，让死者的灵魂能够短暂地回到他们曾经居住过的空间。这个发现让亨利既感到恐惧又充满了渴望。他希望能够帮助这位女子找到安息，同时也希望透过解开谋杀案的谜团来释放庄园中所有的灵魂。但他也担心，随着自己越来越深地进入这个迷境，自己是否还能找到回到现实世界的路，或者他是否会在这个过程中迷失自我，成为另一个被囚于镜中的灵魂。真相大白。在深夜的镜子前，亨利再次与那位神秘女子的灵魂相会，烛光在古老镜框上投下闪烁的阴影，他看住女子忧伤的面容，感受到了她数百年来的孤寂与绝望。他的声音飘渺而痛苦，终于揭开了那层神秘的面纱，告诉亨利他真正的身份，她是庄园前屋主的妻子，一个生前遭受极大背叛与不幸的女性。随着他的话语流淌，
真相如破碎的镜片一般散落。她讲述了她如何深爱住她的丈夫，而她却因贪婪和嫉妒而将他残忍地谋杀。她的丈夫不仅掩盖了罪行，还将她的灵魂困在了这面镜子中，使她无法得到安息。亨利听着听着，一股愤怒和同情涌上心头。他决定不再让这惨剧继续发生，不再让无辜的灵魂受困于过去的阴影之中。他誓言要结束这一切，要让女子的灵魂得到自由，同时也为所有被囚禁在格里芬庄园的灵魂解开枷锁。亨利开始着手研究古老的仪式和禁忌的知识，寻找能够释放灵魂的方法。他深知这将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，因为每一天的延宕都会让他更接近疯狂的边缘。他的决心坚定，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就是为了给那些在黑暗中徘徊的灵魂一丝光明的希望。解谜与解脱。亨利在庄园的古老图书中发现了释放灵魂所需的仪式，一个古老且几乎被遗忘的秘术。它的代价之高昂让他犹豫不决。仪式需要一个活人的灵魂作为交换，以确保被囚禁的灵魂能够自由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仪式成功，那位神秘女子将会得到解脱，而亨利则可能永远困于镜中的幽界。在一个雷声隆隆的夜晚，天空的怒吼如同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转折。亨利决定冒这个险。他无法忍受再看见那些灵魂受困于无尽的痛苦。他准备了仪式所需的道具，画出了古老的符文，点燃了香薰，而镜子前的空间似乎开始扭曲，等待着新的灵魂的到来。当他开始吟唱咒语，风暴的力量似乎与他的意志相呼应，雷声与他的声音交织在一起。亨利感到一股力量从镜子深处涌出，那位女子的形象变得愈发清晰，她的眼中充满了感激和悲伤，仿佛明白了亨利即将做出的牺牲。随着仪式接近尾声，亨利感到自己的灵魂正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，他的视野开始变得模糊，而镜中的世界却变得越来越真实。在那最后的瞬间，亨利看到了女子的笑容，她如同破晓的第一缕光芒，预示着新生与希望。仪式结束后，风暴奇迹般的平息了，庄园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但亨利的命运如何，则在无人知晓。他的名字和他的故事成为了小镇的传说，而那面古老的镜子再也没有显现出任何幻影。他静静地矗立着，见证了一段悲壮的解脱。在那个决定性的风暴之夜之后，格里芬庄园似乎洗刷了他长久以来的阴霾。阳光再次透过树梢照进了曾经暗淡的大厅，鸟的歌声取代了夜晚的低语，一切都显得平和而自然。庄园的门再次向来访者敞开，但无论是白天的光芒还是夜晚的影子，都再也没有映照出亨利·莫顿的身影。小镇上的居民们对于亨利的失踪议论纷纷，有人说他被镜子中的灵魂带走了，有人猜想他或许在寻找解放灵魂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，而还有更多的人相信他成为了庄园守护灵魂的新守护者，永远留在了那个他努力释放的世界。亨利的消失给庄园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，而他的故事被小镇的居民传颂住，成为了一个新的传说。人们在夜晚经过庄园时，总是忍不住会朝那面古老的镜子望去，半是期待半是恐惧地想象着亨利是否会在其中现身。而在庄园内，那面古老的镜子静静地站立住，没有了往日的灵异事件，也没有了昔日的悲歌，它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见证，一个关于爱、背叛与牺牲的故事的终结，以及一个关于勇气、
解脱与新生的故事的开始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